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无为而治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对于有高血压的人来说，日常都要严格控制血压的发展，但不少人经常会出现血压忽高忽低的现象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今天木子来告诉你。第一个是生理性波动，就像我们健康的人，偶尔也会出现血压忽高忽低的现象，所以血压只要是小范围的波动，就不用太担心。第二个是药物影响的，虽然有高血压的人都会定期吃降压药，但有些降压药是短效的，所以在吃完过后就会让人出现血压忽高忽低的现象。第三个是温度影响的，像现在室外的温度都比较高，而室内呢，因为有空调，所以温度会相对的低一些。那当我们突然进入一个凉爽的环境或者是闷热的环境时，血压就会受到温度的影响，出现上升或者是下降的情况。所以大家对于血压的变化一定要有一个充分的了解哦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说到这儿了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我们每天都要喝水，而有的人就喜欢喝白开水。那么问题来了，隔夜的白开水还能不能喝？很多人其实都喝错了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。如果在炎热的夏天，隔夜的白开水中很容易滋生细菌，所以建议大家不要喝。但如果是正常的环境，温度不是很高，那么隔夜的白开水中可能会繁殖一些微生物，但是对身体影响不大，只要水没有变质，没有受到污染，还是可以喝的。还有就是放在水壶中的凉白开也是可以放心喝的，但放在水杯中的就要注意了，最好不要喝。所以隔夜的白开水如果保存得当的话，还是可以放心喝的。那提醒大家，白开水放置的时间呢，最好不要超过3天，最好当天烧开的水当天喝。还有保存的时候最好盖上盖子，以防受到细菌的污染。孩子长牙是很多妈妈比较重视的，正常情况下，宝宝在4到6个月大的时候就应该开始长牙了。但是呢，很多宝宝到了8、9个月还没有长牙，这时妈妈们就开始担心了，认为是不是缺钙导致的，然后盲目的给孩子补钙。其实孩子长牙晚并不一定是缺钙了，还可能和3个因素有关，妈妈们要注意。胎龄的问题，有些宝宝因为早产的原因，牙齿发育的时间不足，这样就会比足月的宝宝出牙晚一些。遗传的问题，其实出牙的早晚多少和遗传有些关系。如果爸爸妈妈小时候出牙比较晚，那么孩子也可能会遗传，而且男孩长牙也会比女孩晚一些。没有添加辅食，当孩子4个月大的时候，不要只给孩子喝奶，还要适当的添加一些辅食，这样可以给宝宝增加营养和刺激宝宝的牙床，对宝宝长牙也有帮助。生活中我们很多活动都要依靠腰部来支撑，但是平时有很多不好的习惯都会给腰部造成损伤，出现腰酸、腰痛等情况。那今天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每天练一练，有很好的养腰护腰的作用。首先自然站立，全身放松，然后将左腿向后伸直，双手尽量的向后伸展，身体保持平直，坚持5秒。回到站立的姿势，再换另一条腿，也是坚持5秒。每天这样练习3到5分钟就行。之前我们做的都是俯卧的小燕飞，那这个站着的小燕飞比较简单，经常做这个动作对疏通经络、畅通气血有帮助，有利于增强腰背肌肉力量，对改善腰痛、保护腰椎有一定作用。那想要腰好，大家平时还要注意不要太劳累，多休息，还有多锻炼身体，这样可以让骨骼和腰肌变得更强壮。七，大家都知道是一种常见的中药，而且营养成分很高。对于有高血压的人来说，经常会吃3七粉来降血压。那么3七粉真的能降血压吗？答案可能和你想的不一样哦。3七中含有很多黄酮类物质、皂苷以及多糖等，有很好的扩张血管和增强血管弹性的作用。但是对于高血压的人来说，不能够仅仅依靠3七粉来降血压，因为3七粉是不能够治疗高血压的，它只对延缓高血压发展进程有辅助作用。所以有高血压的人是可以吃3七粉的，但是不要把它跟药物等同。还有
如果血压在1天内波动的比较剧烈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不适合服用三七粉的，大家一定要重视。腐乳是很多人喜欢吃的食物，有的人呢把它当做人间美味，但是有的人认为腐乳是问题食品，而且还是血管杀手。那么吃腐乳到底对身体有没有害呢？其实腐乳的营养价值很高，它有东方奶酪的美称，而且呀，腐乳在制作的过程中，维生素 B 族增加了很多。同时呢，腐乳中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，如果适量的吃一些腐乳，对身体是有好处的。但是呢，不建议大家天天吃腐乳，因为腐乳的含盐量很高，一块腐乳大约含有1克左右的食盐。如果天天吃一块腐乳，很容易导致食盐摄入超标，这样就会对血管造成危害。所以大家在吃的时候一定要适量，最好呀不要天天的吃。当情况下，我们每天都要排便1到2次，或者2到3天排便1次。如果超过3天不排便，就可能是便秘了。那该怎么缓解呢？下面教大家一个小方法。这个方法呢，就是敲打带脉。带脉在我们腰部的2侧。带脉呢，也是一条横向的静脉。便秘的朋友可以经常敲打带脉。敲打的方法呢很简单，将双手握成空拳，然后用手指关节敲打，力度适中，每次敲打5分钟。敲打带脉可以促进肠胃蠕动，促进排便，对预防便秘有很大好处。而且经常敲打带脉还能够缓解月经不调、腰酸背痛等症，可以说好处多多。那想要预防便秘，平时还可以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蔬菜，多进行体育锻炼，还有注意腹部的保暖，对身体健康也有帮助哦。现在的人每天工作对着电脑，空闲时间盯着手机，经常会出现视物模糊、眼睛干涩的情况。其实眼睛的健康和肝脏有很大关系，如果肝血不足，双眼得不到滋养，就可能出现问题。所以想要眼睛好，先要养肝。下面教大家一个小动作。这个动作非常简单，就是推推我们的两肋，站着坐着都可以，把双手分别按在左右肋骨间隙处，然后向胸前推搓，等到2个手交叉的时候再返回去，这样反复的推100下。经常推两肋可以帮助增强肝脏功能，有很好的养肝护肝的作用。每天坚持练习，肝脏好了，眼睛也会更健康。除了上面这个小方法外，再给大家推荐一款茶饮——菊花枸杞茶。眼睛不好的朋友也可以每天喝1杯菊花枸杞茶，有很好的养肝明目的功效哦。俗话说，筋软1寸，寿长10年。因为人的筋之根在脚部，所以养生要先养脚。在我们的脚底就有根筋，这根筋越软，对长寿越有帮助。下面教大家一个方法，可是比泡脚10次还管用呢。端坐在床上，2脚脚掌相对，然后相互的拍打，拍打5分钟左右，要有节奏的拍打。这样拍打可能脚底的凹陷拍打不到，这时就可以用左手拍打右脚脚底，右手拍打左脚脚底。那经常这样拍打，可以将脚部的筋拉软，让身体变得更强壮，能起到延年益寿的效果。大家还可以在晚上泡脚的时候多按一按脚，也能够起到养生防病的作用。最后提醒大家，虽然拍打双脚有养生的效果，不过也要适可而止，不要拍打时间太长哦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